和前女友能不能复合？6月30号抽的牌，这个也是没有反馈的。然后维纳斯问卜者是男生，刚分手2天，女的大8岁，而且有一个小孩，觉得男生幼稚不成熟。哦，是男生来问，他的女朋友大他8岁，好的，且经常跟男生翻他以前的旧账。这部分男生不愿意说出来是什么旧账，只说是女生恋爱之前的事情。虽然没有删除好友，但是回消息很慢。男生发了求复合的话，但女生一直回避沟通。男生的教皇逆位和星币10感觉解读的不深入。面对男性问卜者，总觉得他嘴巴很硬，就是得说漂亮话。好，我们先看牌面。男生的牌星币10逆位、教皇和宝剑7，女生的牌宝剑侍从、权杖8和权杖3。这组牌很好玩，我不知道大家解读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平时多久见一次呀？异地问题吗？6月16见过，女生来找自己异国 ，OK， 这个问题问得很精准。女生近期有工作上的一些变动吗？生活上的变动也算，她姥爷去世了，工作上也有压力，也可能是我给她的压力太大。8张牌里面出现了4张风元素的牌，没有水元素，两个人的感情很冷漠，很理性。首先啊，从这儿开始说啊，这句话其实说的是不严谨的。一组感情牌面，你因为风元素很多，你说这段关系就是很冷漠的关系，这种解读是非常不严谨的，大家能理解吗？我举个例子，如果我问一个工作，我工作上风元素很多，然后说大家都是比较冷漠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冷漠的工作关系，也是不严谨的。我们要去看这是什么样的风元素。如果说这些风元素是没有带来这种厮杀，没有带来这种冷嘲热讽，风元素在工作中有没有可能是流程化？风元素在感情中很多，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频繁的沟通，两个人过多的想法想要表达？大家想想有可能吗？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只是因为风元素多，就说这段关系是冷漠的，这一定是容易翻车的。因为一段感情关系，并且他们能再谈一个大8岁的女生，她怎么样都很可能不是一段冷漠的关系，明白了吗？是的，一定要回到具体牌面，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能数数的时候直接数完之后就说风元素太多了冷漠，风元素太多了有距离。如果是这么去解读的话，你们很容易解读的非常就是翻车咯，不严谨咯。很冷漠很理性是不一定的。如果全部都是宝剑5、宝剑9、宝剑8，可能就跟理性没有关系了，而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大家不同频了。所以这种解读是容易翻车的。你们很多同学会犯这个错啊，就是抛离牌面，就着元素讲元素了。然后呢，过度的理性和情感梳理，而且也容易带来沟通问题。关于关系问题是缺乏耐心，有很严重的批判性的。没有风元素可不可以？不一定啊。没有风元素，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水元素呢。没有风元素，但他们水元素能量非常好呢。不要绝对化的去理解元素。来看这个，首先呢，是我们从元素角度来看，我们先看男生3张和女生3张。虽然4张风元素是很多，风元素多意味着我们说过，风元素本身的能量确实是跟想法、跟精神、跟思想以及跟所谓的语言表达有关系。所以其实风元素很多，在这段关系里，我们先不管它是什么风元素，意味着两个人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要去看这个想法是同频的还是不同频的。显然从想法和沟通上来说是不同频的。怎么看呢？宝剑7其实是有所保留的，宝剑侍从是有所试探的，宝剑2是有所隐瞒的，宝剑皇后是有所难以表达的。你会发现这4张风元素完全错开，明白了吗？水元素多代表沟通吗？水元素多说明他们感情是非常融合的，对吧？感情很融合就不代表沟通有问题啊。就像我的公司没有土元素，不代表公司没有钱呀。大家想想是不是？我的公司没有土元素，但是我的公司有很棒的风元素，说明我整个公司的项目在前进，流程化非常的棒，不代表我的公司就不能盈利呀。所以没有风元素不代表就不沟通啊，没有水元素不代表就没有感情啊。我们不是这么去解读的，对不对？你的星盘里面没有土元素不代表你没有肉身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水元素本身就是感情融合的最高状态。你们想想是不是？我们在讲水元素，我们后面也会讲水元素。水元素是本身感情表达能量里面最高的，就是情感共鸣的最好的状态了。两个人水元素如果能量那么好，他们没有风元素，他们大概率也能沟通的很好。是的，肯定是要看整体能量的互动的。如果你们就盯着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就等于没有什么的话，是很容易解不好牌面的。明白了吗？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这里的4张风元素，这4张风元素最大特点不是冷漠与疏离，他们俩一点都不冷漠，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话太多，但是大家沟通不到一个频率上。我刚刚有讲过，这个是带有回避性的沟通，这是带有试探性的沟通，这是沟了不通。这个呢是想法难以表达的沟通，所以你会发现这4张牌的沟通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俩不是冷漠，他俩是沟通不同频，说不到点子上，沟通不到一个点子上。好，这个能听懂的扣1，他考他追一个插翅难飞。是的，风元素掌管沟通，但是没有风元素不代表两个人不沟通。那一样的土元素就是他会强调稳定的能量，但是没有土元素也不代表他们就是没有稳定性，还是要看牌面的。男生这边大大的土元素和风元素小牌，男生的牌都是比较理性的，也会比较保守。
悲观，这是对的，注重实际。但女生的主讨牌是风加火的小牌，是阳性能量，整组牌面缺水，两个人都不是恋爱脑，是比较理智的，都很注重事业，没有说对。你这是在解女生的牌，可是为什么讲的是两个人？那女生怎么想呢？这里思路乱了，大家觉得女生是怎么样的？女生的3张牌跟男生3张牌有非常截然不同的特点，看能不能找出来，大家感受一下。女生不稳，试探加观望，保持开放。对对对，说的是对的，不愧是过了1对1的。女生的3张牌其实是非常敞开的，直接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且比较敞开。什么叫敞开呢？宝剑侍从本身也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有什么就表达，也会试探。权杖8呢，也是一张非常快速直给的能量。权杖3呢，也是一张在探索的能量。你会发现这3张牌，女生对于这段关系她是保持开放的，保持敞开的，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这女生绝对不是不想谈下去的。这个能理解吗？就是她对于这段关系的状态是非常敞开、相对坦诚的。就是前面那个同学说的，保持开放的，能谈我们继续谈，不能谈我也能接受，但是呢，我的状态是非常自由的。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1。宝剑侍从的风元素，我们说这是一张风元素极致的牌，风上加风，对吧？再加上权杖8也是一张，所以这个女生绝对不是回避沟通，这个回避沟通是男生的说辞或者感官，明白了吗？但是你再来看男生的3张牌，你会发现男生的3张牌有什么特点？2张极重的土元素和1张带有回避性的宝剑七。是的，这段关系中相对保守和不坦诚的人其实是男生。对，你们能理解了吗？2张非常重的土元素，对，再加上1张宝剑七，这个男生反而是不坦诚的，不够真诚，以及我觉得这个男生他是带有偏见的我应该打个引号，这个能理解吗？在自己的框架里，但是你这个偏见怎么来的？这2张都跟家庭有关，他也知道女生有小孩，但是我就问你们这个牌，你觉得这个男生跟一个有小孩的女生谈恋爱，他能把小孩照顾好吗？我们看这个男生的牌，他能接受到女生要带着一个小孩大他8岁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思想程度什么他都接受不到。然后回到前面有个同学问这个男的图啥，那图啥我们就要结合背景了，明白了吗？现实、异国这些是对的，但是如果能同时出现星币10和教皇，一定有重复性主题。重复性主题是什么？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没有更多的现实乱七八糟的了，所有最现实的牌都在男生这里了，他俩绝对不是因为家里不同意分开的，所有最现实的牌都在男生这里了。一个是可能男生年纪小，家里等等有一些阻碍等等，但我不知道他们俩关系有没有上升到家庭或者可能家里压根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背景。但是这2组牌其实是什么呢？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在这段关系中对他自己的观念是非常的我要用一个什么形容词呢？2张极重的，这已经是土元素的极致了。教皇可是金牛座土元素的固定星座，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男生他自己对于这个女生也好，对于他的关系也好，他有非常偏执的一面。当土元素达到极致又都在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他在关系里面一定有他非常偏执的想法，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我就不完全是土物质，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在关系中他是有很偏执的一面的，而且这种偏执其实是女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对，非常的轴或者非常的倔，然后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你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男生其实是很难去很好的跟他沟通的。所以他的想法到分开了之后，他也觉得就是这个女生，比如他很在乎我的过去，这个女生她就是一直抓着我过去不放，所以他怎么样，他有非常偏执的想法，或者他非常，我觉得偏执不太形容，非常固执的想法。然后在这段关系中也是，他到8岁他有个女儿，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我又是年纪比较小的，他的那种不安全感等等，你就会发现这个男生他一定是个很偏执的人。这个能理解了吗？这个男的，这就是极重的土元素，然后呢又在一个人的位置会有的特点，比如像去做法事等等，为了复合，所谓的不择手段或者为了复合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他的感情状态就是这样的，这是这2张土元素很极致的。如果你们只把这2张牌解读为家庭的话，是很容易解得很狭隘的。这个能理解了吗？好，能听懂扣个1。这是我要极致的掌控和得到，难以撼动的偏执的想法。是的，然后再来看女生的状态，女生的状态是什么？一方面介意，一方面这么偏执。是的，女生的状态一方面是宝剑侍从，我觉得他们在过往有过很多类似相似的一些关系沟通或者闹分手等等，但是其实我觉得女生是会觉得难以沟通的，就是她会觉得难以沟通，以及说而且你会看到女生其实是回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并不是一个做好了完全不复合的准备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它是类似于反反复复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呢，对于女生来说，她还在试探，还在观望，这是宝剑侍从我们说的风声消息的探索。然后呢，在不断的试探，所以你看他们没有断联，也还会联系，但是这个女生还在试探这个男生到底怎么样，这个能理解吗？这是宝剑侍从，好，能听懂扣个1。然后权杖8呢，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女生，你们能看出来这个女生有桃花吗？这个女生的3张牌有桃花，能看得出来吗？或者不懂的可以提问。宝剑侍从本来也说她确实就是会有很
多线啊，又或者是聊天啊这种的感觉，对吧？权杖八确实我们说意外，有看到桃花就夸夸大家啊，所谓的快速的，又或者是迅速推进的恋情等等。权杖三也确实是一个背对着的状态，所以其实这3张牌看出来女生，我觉得她都是有桃花的。还有一个就是从结果的角度来说，关系是女生掌控的，对，权杖三有其他选择，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也能感觉到女生一个是她应该确实不是男生就是唯一啊，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女生确实应该有其他桃花，只是呢她没有完全放下这个男生。我觉得该聊或者是可能适当的复合应该都还会有。权杖八在这里怎么理解呢？这个能理解吗？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段关系对于女生来说还是有新鲜感的，或者说还是有吸引力的，对，所以才会试探。是的，就是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没有说对这个男生完全的下头或者完全的不喜欢，这3张牌其实都不是的。我解读为了生活的变动，生活的变动也对。我们在生活的变动，我们回到这个变动对于感情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我不认为他的生活变动会对这段感情造成极致的影响。然后你刚刚说什么老爷去世，我觉得生活的变动肯定是有的，但是不影响他在这段关系中对于男生可能还有想法或者还有感觉。所以其实从前面来看，我觉得他俩是容易复合的。然后感情的阻碍，宝剑二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很极端啊等等，一个是他们沟通的障碍啊品等等，还有一个是异国。我觉得女生和男生之间的完全不能感同身受的，感同和身受都没有，各讲各的。我对他有热情是考虑过落地的。不是落地，就是单纯的还有吸引力和好奇心。你们先想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多少岁啊？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个05年的，05年的荷尔蒙对于一些姐姐来说，它就是有吸引力的呀。你说目前给女人带来压力啊等等都是对的，但是权杖八无论如何，它就是还是有吸引力在。你们想是不是？你想想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一个18岁的许光汉，对吧？这种吸引力是还会有的，但是跟结婚这些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完全没有土元素，明白了吗？就这2张牌和环境影响有关系的牌，女生是比较能接受和男生异国吗？我觉得他俩是不是异国对于女生来说影响不大，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是他有其他桃花，对他来说是敞开的。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要举一个极端例子，王思聪他有一个异国的女朋友，跟他有没有一个同城的女朋友，就是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他的桃花在很好的情况下，明白了吗？是的，我觉得这个男生，你们没有听懂，这个女生绝对不指望靠着这个男生。就是这3张牌，我们前面刚讲完这个女生有桃花呀，刚讲完她有桃花，你们从哪张牌指望这个女生依靠这个男生呢？是的呀，桃花刚说完呀，18岁的吴彦祖，你就说吸不吸引你？异国是背景，对，是的，有吸引力不代表非他不可。所以就这2张牌对于女生来说，他们俩的异国是不那么影响女生的，但是更影响男生，懂了吗？好，这里能听懂的扣个1。就是在这段关系中，主导权肯定是在女生这里的。女生的敞开的状态，你也可以理解为她没有那么的一定要非一个人不可。同时，她有其他桃花，但是也不影响这个男生对于这个女生来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所以这个女生是又敞开又试探，也愿意回头，也愿意沟通，明白了吗？然后呢，感情的阻碍我们也说过，一个是确实沟通的不同频，对吧？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的性格问题是很容易给人带来压力的，性格的问题是容易给人带来压力的。以及他们的沟通，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你没有感觉到这个男生像个高压锅吗？这个比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到，就是很重的土元素，这个男生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高压锅的方式，非常非常的 push， 非常非常的极致，或者非常非常的给压力。可是这个女生3张牌都是你们前面讲的很轻的牌，风风火火的，这个女生受不了。以及我觉得这个女生没有那么极致的觉得非你不可，所以当你给我很多压力又或者很多的要求的时候，我根本就承受不住，对，她根本就承受不住，这个能理解吗？是的。所以他们之间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他们本身的沟通是有问题的，本质他们沟通不到一个频道上。如果你们把这个案例的问题完全牵引到父母里面的话，你们就是容易翻车，因为可能他们的感情根本就没有到父母那一层，是他们俩自己本身的相处方式有问题，这个能理解吗？大8岁，然后呢，未来半年的结果是一张宝剑皇后的逆位。其实宝剑皇后，我觉得这个女生确实应该是受够了啊，也是从这张牌，我觉得他俩应该是会复合的。就这个女生没有下头完，又或者是没有死心，我们说的前面的男生对她吸引力还有，所以我觉得还会回头或者还会复合。但是你就看阻碍，然后看结果和未来2张牌，我觉得他们俩还会有一个重蹈覆辙的过程。宝剑皇后在这里怎么理解呢？在这里其实是我觉得他们最后要到所谓也不能叫恶语相向吧，就是要到所谓的不太体面，或者是要到那个状态了，我觉得他们之间才会去正视这个问题，或者这个女生才会觉得不想待下去了。所以即便是这个男生来问，我也会说你们俩这次复合了，这个女生到后面也还是会觉得受不了你。这是结果牌宝剑皇后在讲的事情，能理解吗？这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次能复合，可是一个是你们沟通问题，一个是这个男生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到后面他还是会觉得你的问题没有改，以及说他确实觉得再待下去他很难受，所以他没有办法翻篇，又或者他还是会觉得受不了，不管是你的过去还是你们怎么样。所以我就从结果来看，你们就是再多一次重蹈覆辙，那个时候是容易分开的，因为权杖3是有离开的意思的，半年内有可能会真的闹分开，但是这次不会分。好，这个能听懂的扣个1。
是的，还会争执，女生还是会不满意，还是会再提分手，又回到一次这样的状态。这是宝剑皇后逆位在讲的事情。然后你们再去看这个男生的沟通方式，他是回避了非常多自己的问题的。极重的土元素一定是个很偏执的人。然后呢，我没有想他俩还能复合，我以为最多就是他会保持联系，因为未来的牌我觉得不像会复合的牌，他俩不用到未来，到这一步就会复合了，就是到前面4张就会复合了，都不到未来，就是没多久就会复合了。这个牌女生分不掉的，就是这一步就能复合了，不是到这一步才复合或者不复合的，明白了吗？然后呢，未来男生的想法是一张宝剑7的正位，我们讲的逃避啊等等是一方面，但我觉得这个男生啊，后面是很容易在沟通的时候忽视也好，又或者意识不到也好自己的问题的，所以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那个什么被伤害或者被抛弃的那个。我觉得这是男生最习惯用的方式，思维方式，就是意识不到真正问题。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个男的在关系里没有多坦诚，就是这个沟通这个背景，这个男的一定隐瞒了一些东西的，是一定看能不能聊出来东西而已。然后女生未来的权杖3，一个是确实有其他的选择，还有一个是确实异国，我估计后面对她影响是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后面确实就是觉得没劲儿了。所以整体的发展来看是这样，这个大家能听懂吗？这个案例我觉得不难，但是你们如果没有找到就是彼此的3张牌之间的共同点，然后没有找到这一步去解读的话，这个案例会看不懂或者容易翻车，就是很容易因为一些小的点无限的延伸。要找共同点，就是男生的3张牌的共同点和女生3张牌的共同点分别是什么，以及他们之间极大的能量差异是什么。好，这个案例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提问，没有问题我们就过。男生也在偷偷找其他异性啥的，我没有看到，说句实话，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在关系中有一些隐瞒是有的，但这个隐瞒土元素很重，确实有可能是过去。这里也讲了翻旧账，有可能是这个男生的过去不是特别光彩，那具体就是看问卜者愿不愿意讲了，但不一定是出轨。背景里其实有的。好，这个案例允许大家多问一点，因为对于一些同学来说可能会比较难。我觉得你们宝剑2你应该漏了，你可以回去听我刚刚讲了2遍宝剑2。但是教皇牌人也多耶，教皇和星币石人都多，但2张都是逆位，再加上宝剑7，怎么说呢？这个就很看大家的直觉了。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犯过错，但是不一定是这一次，就不一定是他们这次分手的原因，而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在关系中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所以我不觉得这个男生出轨了。女生的想法里面，她会觉得这段关系很飘摇，然后呢，因此她会觉得关系的飘摇跟男生不够成熟有关。宝剑侍从始终是在解读自己，他的想法。始终是在解读想法。图女生前提是不排除，所以就要问背景，就是这个是能在背景里提问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同学好像没有问。但是图前呀什么不排除，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说，其实你们实际解读会比你们上案例课容易很多，因为你们实际解读是可以跟问卜者沟通的。案例课我们只是去拎最后的那个思路而已。